狄姐幼时不慎跌落荷花池，被救起后高烧了3日3夜。自从狄姐醒过来，家中的生意开始有了起色，铺子从寥寥几间到分号开到了京城，全家举家前往京城，众人纷纷落座豪华马车，唯独狄姐只能坐在那架着行李的木车上，只是因为算命的说了高家出了个灾星，而他们觉得是狄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到了京城数年后，一纨绔看上了狄姐的美貌，想要强娶。她跪在众人面前，苦苦哀求。生病时，只有她守在榻前，是急得祖母移开了眼。被外室欺负得不敢言语，只有狄姐替她出气的母亲扶开了她的手。她的未婚夫低下了头，唯一的弟弟嗤笑，赔钱货，死灾星，莫要再想赖在我们家中。等到狄姐嫁出去后的1年，家中生意离奇倒闭，还惹上了人命官司。府中的每一个人好似突然被上天收回了福报，各有各的悲惨。众人这才想到了狄姐，待找过去的时候，才知狄姐已经离开很久了。前厅传来哀嚎般的祈求声，我下意识想要去看看，跟着我的丫头拦住了我。二小姐，您就别去了，您这身上的料子啊，可是夫人亲自去采买回来的，到时候染上了晦气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扯回了自己的手，还是跑了过去。狄姐跪在地上，额头已经磕破了。父亲依旧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坐在正堂上品着茶。祖母抚着胸口，轻轻皱眉，似乎是在责怪他不该大声惊扰到了他。狄姐爬到了母亲面前，苦苦祈求：母亲替女儿说说话吧，我已有婚配，怎能再嫁给那纨绔做妾呢？母亲心肝宝贝耀祖搂在怀里，嫌弃地扶开了他的手。是啊，他身上的料子跟我的来自同一批布，都金贵得很。高耀祖从母亲怀里钻了出来，一把将狄姐推开。赔钱货，死灾星，能让你一起来京城跟着享福，已经是你命好了，莫要想再赖在我们家中。那陈公子送来的聘礼可是要供我去官学读书的，你不嫁过去，这笔银子从哪儿来？狄姐狼狈地趴在地上，把最后一丝希望的眼神落在了宋之的身上。那个原本应该替她遮风挡雨的男子，她的未婚夫婿。他只是低下了头，小声开口：如镜，这是你的命，你就认吧。师伯已经收了我为义子，恰好那尚书府的小姐看上我，我与你之间再也不可能了。狄姐的眼神彻底灰暗了下来。我猛地扑到了狄姐的身上，环顾着四周。原本这些人都是最应该替她说话的。祖母您生病的时候，只有狄姐守在榻前侍疾。你好了，她却累病了。母亲当年被父亲的外室欺辱，是狄姐提着菜刀追了那女子3条街，逼迫她当着众人的面给您道歉，此事方才作罢。我看着那宋之，更觉她懦弱不堪。还有你，当初若不是我狄姐见你饿晕在街边将你带回来，你怕是早就一命呜呼了。最初家中人没有一个同意你留下的，还是狄姐从自己的吃食分力里拨出了一大半将你供养着，才让你活了下去。她攒钱让你念书，你中了个小功名之后，才在我家站稳了脚跟。如今倒是跟当初赶你的人相亲相爱上了。母亲下意识对我露出厌恶的表情，忽然想到什么似的，硬生生吞了回去。继而恶狠狠地盯着狄姐，一脚踹了过去。都怪你，看看把你妹妹都教成什么样了。她强行将我从狄姐的面前拉扯了过去，安抚着我：玉儿乖，你还小，不懂得其中的道理。你狄姐啊，就是个扫把星，专门坑害咱家的。能够还银子供你弟弟读书，是他的福气。我气不过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被生生捂住了嘴。看够了戏的父亲终于舍得放下茶杯了，他俯身站起来，一锤定音：那陈家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众人四散，我被娘亲强行拖走。我挣扎着回头看狄姐，她宛如被抽空了灵魂，跌坐在那里，空洞地看着某处。原先我在家中的日子本没有那么好过，我同狄姐一样，因为是女子之身，不被全家人喜爱。那时的母亲已经怀上了耀祖，家中明明有下人可供驱使，可她偏偏要指使我同狄姐。
那湖中莲子的莲心儿最为娇嫩，若是黄昏之前没有送来，你这两个贱蹄子，仔细着你们的皮。嫡姐虽比我年长，但那时也才10岁，她自小对我就多加照拂，在家中唯独我跟她的吃食是定量的，连下人们都不如。因为父亲说我跟嫡姐先来这个家，占了弟弟脱生的机会，这是对我们两个的惩罚。家中厨房的老妈子将嫡姐带到了4岁之后，便受父亲的命令，对她不再过问。后来我出生了，从产房被抱出来的那日，父亲看了一眼，便随意塞给了身旁的嫡姐。嫡姐那个时候还不会抱我，将我摔在了地上。我命大，没有死，嫡姐便抱着我去求周围生产的婶娘，是他们用多余的奶水喂养大了我。嫡姐也从不会抱我，变得能将我抱得稳稳当当的。我长大些后，嫡姐就将我背在背上。夕阳拉长了我们的影子。那天嫡姐还是不让我去，她将我安置好，卷起裤脚下了水池。大抵是前些日子落了雨水，池塘里的水积得深了些，脚下的淤泥也多了些。嫡姐不知，刚要碰到那莲子之时，脚下打滑，直接陷到了湖底的淤泥里。等被救上来的时候，人已经苍白着面色，紧闭双眼，鼻尖堪堪只有微弱的呼吸了。没有草草地随意埋掉，倒也不是嫡姐命大，而是承袭负伤的儿子撑不了几日了。父母盘算着到时候将嫡姐的尸体卖过去，几个姻亲正好能赚一笔银子开分号。邻居家的大爷之前是个郎中，我便偷偷去讨了药回来，给嫡姐喂下。即便是这样，我还是阻挡不了她越来越微弱的呼吸，直到那呼吸彻底消失。我很清楚地记得嫡姐是没了的，可我不怕，我蜷缩在嫡姐的身边，同她的尸体睡了一晚。我想着，即便是她要跟那少爷埋在一处，我也得睡在他们的中间。嫡姐去哪里，我就要去哪里的。第二日我醒来，身上盖好了被子。嫡姐看着我，笑得温润。你啊，这么大了，还踢被子。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我不会失去嫡姐了。说来也怪，嫡姐清醒之后，家中破败的生意忽然有了起色。原本连家中下人都要遣散了的，眼下也有月银可发了。父亲还遇到了一位贵人，那人牵线搭桥，给父亲引荐了几位合作商。短短1个月的时间，就谈妥了京城分号的事情。事情谈妥的那天，高耀祖出生了，是个男丁。父亲高兴地宴请邻里。吃席的时候，路过一个算命的先生，父亲心情好，打赏了那人许多银子。那人也直言不讳，说家中有3个孩子，其中2个是福星，相辅相成，便可保家中世代富贵；有一灾星，则是拖垮家里的存在。祖母本就信奉这些，他们一合计，便认定了嫡姐是灾星。只因当日母亲生嫡姐时难产，差点没了性命。我虽是个丫头，但生产那日却没给母亲带来什么痛楚，很快便生了下来。且我出生之后，高耀祖便来了，于是家中便认定我同高耀祖才是那福星。明明这一切是嫡姐落水之后才好起来的。入夜，我偷偷溜到了锁着嫡姐的柴房。是的，他们怕嫡姐逃走，所以将她锁了起来。我掏出从母亲那里顺来的钥匙，打开了烤着她的脚链，包袱里面有我这些年攒下来的银子，你且带着在路上傍身。我看着她，眼神坚定，逃得越远越好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嫡姐轻柔地抚摸了一番我的头顶，在我震惊的神情下，重新将脚镣戴好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好不容易等他们都睡了，你可知你今夜若不走，便再也没有机会。嫡姐只是如往常般疼爱地看着我。你可知，若我逃了，你会是什么后果？我沉默了下来。我当然知道，纵使家中人视我为福星，可我终究是个女子。权衡之下，真正被疼爱的只有高耀祖一人。哪怕是倾家荡产没了这富贵，也是要保住他们亲亲命根子的。若是嫡姐离开，那陈家要不到人，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到最后，只能是我被送过去。我知道，都知道，可我自小由嫡姐庇佑，若不是她，我大抵活不到现在。顶着所谓的福星的名号，过了几年好日子，我已知足了。
我愿以我的未来换取狄姐的自由。狄姐将一直戴在脖子上的那块玉佩解下来，亲手给我戴上。时也，命也，我不是没有努力过，是他们不惜福罢了。玉儿，你记住，日后这个家里所有的变故都同你没有关系。你虽是女子，也要做那顶天立地的女子。世道虽艰难，却没有人会因为失了谁而活不下去。只要你想活。狄姐看着我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有的人是恶人，却并非前世也是。而恶人之所以能够过得好，也许是前辈子的福报积攒下来的交换。一个恶人不光自私自利，甚至还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害死。偏偏他前世的福报积攒的太多，今生亦有他还该得的命数。我有些不忿，紧紧抓住了地上的稻草。难道这公允吗？狄姐明明面无血色，却是微笑着安抚我。自是不公，但这乃天道，任谁都没办法阻止。可若是他们亲手斩断了这机缘，绝了这命数呢？狄姐的眼底四番涌出了血红之色，面上也有我从未见到过的阴冷。我被吓了一跳，见我如此，狄姐清醒了几分，她又变成了往日那副模样。玉儿莫怕，机缘断了，对我亦是好事。那是报恩轮回的命数，早就该绝了。我不懂狄姐在说些什么，亦觉得她好似不再是我的狄姐。见我满眼疑惑，狄姐将我搂进了怀里，像是往日念话本子哄我睡觉那般，轻声给我念着故事。从前那天上的瑶池里有一条贪玩的锦鲤，他偷偷到了凡间，却遇到了危险，是一个凡人救了他。那锦鲤为了感谢那个人的救命之恩，许下了10世护佑其子孙后代的诺言，无论其品性如何，都不可反悔，须报满10世恩情，方可了却尘缘，除非是对方主动绝了这份渊源。狄姐念故事的时候，不太像之前的她了。其实自狄姐死而复生之后，我就觉得她不像她了。可无论如何，她依然呵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无论如何，她都是我最爱的姐姐。我想说些什么，眼皮却异常沉重。在狄姐柔声的安抚下，我沉沉睡去。第二日醒来，是在我闺房的床榻上，外面传来震耳欲聋的鞭炮锣鼓声，陡然想起今日便是那陈家少爷来将狄姐接走的日子。我暗道不好，忙掀开被子就冲了出去，甚至连鞋子都来不及穿。可还是晚了一步，我追在喜轿后面唤着狄姐，直到母亲强行将我带了回去。我有一种预感，狄姐跟我应该再也不会相见了。虽是做妾，到底也是喜轿抬走的，按理来说第二日应该回门才是。可狄姐没有回来，我在饭桌上提起了这件事情，惹得母亲嗔怪地看了我一眼。那丫头是个不安分的，想来是过富贵日子去了，把娘家都给忘了。父亲冷哼一声，赔钱货而已，不回来正好。老子乐得清静。高耀祖啃着油腻腻的鸡腿，满嘴流油。我听学堂里的同学说，这女子嫁人尝到了男子的滋味，可就离不开男子了。想必那个灾星是在那陈公子的榻上起不来了吧？小小年纪，污言秽语。父亲母亲却赞许地看着他，我儿小小年纪就懂这么多，将来一定能给咱们生好多好多的孙子。这些年来，我被娇惯的忘了旧日的苦日子。见他嘴上如此不干净，我便将筷子重重一放，想要同他争论个高低。当初那算命的先生说过，父母必须善待2位福星，缺一不可，才可保住这无尽的富贵。眼下将狄姐送了出去，便更没有苛待我的理由了。父亲面上虽不悦，却到底也没说什么。他使了一个眼神，母亲立刻会意地将一只空碗填满。玉儿乖，你祖母还未曾用过饭呢，往日都是你狄姐在做，这老太太不好伺候，骂走了好几个丫头，还得亲孙女去送，她才吃。母亲说的动听，明明是她嫌弃祖母身上老人味重，不愿同她同桌吃饭。往日狄姐在用饭之前，都会仔细地先给祖母送去，自己才吃，而非像今日这般，等到了要解围的时候，才想起来她没吃过饭。我端着碗离开了饭厅，身后传来父亲的询问声：“宋之，你同那尚书府的小姐如何了？若是定了日子，我同他娘就要准备准备，
上门提亲了。一直沉默不语的宋之终于开口，婉儿已经同他父亲说过了，尚书大人很是赞成这桩婚事，世伯须准备，下月初6便可前去提亲。好，咱们以后在朝廷也是有人的了，到时候一定好好操办这场婚事，可不能给府中丢脸。看到碗里2片薄薄的肉，我不由自主地唤来了府中的大黄狗，那肉被我丢了出去，碗中就只剩下几片青菜。直到那大黄狗发出未满足的轻哼声，我才如梦初醒，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些什么之后，我的心里腾升起一丝快意。往日在府中，嫡姐教我要孝顺祖母，我便照做，如今我竟能做出这样的事来。我将那碗残羹剩饭放到了祖母的房间，敲了敲门便走了。既然他让这府中唯一孝顺他的人离开了，有些后果自应该担着。入夜之后，我偷偷跑到了陈府。我知那后门处有个狗洞，我的身形能够钻进去。等到了里面，我顺着声音来到了嫡姐的房门，里面传出嫡姐痛苦的呻吟声。我顺着门缝看过去，那5大3粗的陈征骑坐在嫡姐的身上，不停地挥动着拳头，一边打还在一边咒骂：小贱人，都已经是老子的人了，还装什么贞洁烈女？老子不过是多疼爱了你几回，这是旁的女子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今日倒好，居然敢拒绝老子，还说疼。现在疼不疼？疼不疼？我一股邪火直冲到了头顶，一把将大门推开，拿着桌上的茶壶朝着陈征的头重重砸去。他吃痛松开了嫡姐，朝着旁边倒去。我立刻上前搀扶嫡姐，他见我来，很是吃惊，将我护在怀中。他妈的，你吃了雄性豹子胆了，敢打老子！嫡姐立刻挡在了我的面前。少爷，这是我娘家妹妹，昨日刚办的喜事，您肯定不希望多生事端。您还记得老爷同您说过，若是您再惹事，那城南的不装，可就要姨娘的儿子来经营了。您将我妹妹放回去，您今晚想怎么样都可以，好不好？陈征犹豫了一番，终是答应了下来。行，小娘子听话，老子心情好。小丫头，还不滚！我恶狠狠地盯着他，不肯离开。他这是在欺负你。陈征愣了愣，继而猥琐地笑了起来。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只是我同你嫡姐的闺房之乐，你日后就明白了。若还不走，姐夫可就要好好教教你了。嫡姐忙凑到我耳边，玉儿，若是你还把我当成嫡姐的话，就听我的话，赶紧走。相信姐姐，很快一切都要结束了。嫡姐含泪将我推开，说是会好好听我的话，现在就不听了是不是？看着嫡姐的样子，我咬牙站起来，狠狠地抹了一把泪之后，我转身就跑。陈征似乎有些急不可耐，我还未出府门，他便扑了上去。我下意识想回头，只听嫡姐发出声嘶力竭的制止声：不准回头，走！我心里猛然一颤，不敢再向后看去。回到府中，高耀祖正在庭院里骑在一个下人的身上，让那人爬着走。他的笑声忽然同刚刚嫡姐痛苦的声音在我脑子里交汇，我的心底陡然生出一股滔天的怒意。高耀祖觉得无趣，嚷着要下来。我顺势躲在了连廊之后，看准他一个人跑过去的时候，将手中的石子砸了过去。他捂着额头惊呼了一声，见到那块跌落在面前的小石子，大声咒骂。骂完之后，还不解气似的一脚踹了过去，不知为何却一脚踏空，直直地朝着后面仰了过去，后脑勺磕在了石凳上，瞬间没了声响，只剩一片血迹蔓延开来。我从未见过这副模样的父母，对着那大夫磕了又磕。那大夫在看诊之后，皱着的眉头松懈了下来。小少爷伤了头，不过不碍事儿，待老夫给他处理一下伤口，再煎几副药服下便万事大吉。母亲抹着泪，看着床上双眼紧闭的高耀祖，有些不放心。既是这样，为何我儿还未醒过来？那大夫捋了捋胡须，到底是磕到了头，昏睡几日实属正常。这些日子好生将息着，过几日自然就醒了。父亲忙给那大夫塞了好多的银票，嘱咐对方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材。那大夫收了钱走了，我站在角落有些可惜，怎么就没把他给摔死呢？
母亲乐呵呵的。我儿果然是福星，这样都没事。大夫说的几日时间，很快便过了。高耀宗却没有转醒的痕迹。父亲急得不行，亲自再去请。只是那医馆早已人去楼空。过路的人嘲笑着父亲的痴，这人就一江湖骗子，短租了这间铺子，在这儿招摇撞骗呢。这附近的人都被他坑惨了，唯独你上赶着给他送钱。当初父亲不放心他人去请大夫，是自个儿跑着去的。不知为何，到了这家医馆就挪不动脚了，生拉硬拽的将人请了回去。父亲狠狠地扇了自个儿一耳光，匆匆去了其他医馆。那大夫来看之后，摇了摇头。小少爷的脑子里有一大块淤血，若淤血不除，便不可醒来。已经拖了这么久了，我也没法子了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说罢，连诊金都没要，就匆匆离开。城中的大夫请了个遍，得到的是同一个答案。母亲受不住，彻底晕死了过去。我心情颇好，来到庭院里晃悠，忽然听到一阵苍老的哀嚎声。仔细一寻，竟是从祖母房中发出来的。自狄姐离开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过来过了。祖母瘦得吓人，面上起了大大小小的水泡，这是她的老毛病了。往日有狄姐细心照料着，她很久没犯过病。见到我，祖母将只剩一层皮的胳膊颤颤巍巍地抬了起来。来，如镜，快到祖母身边来。祖母将我认成了狄姐。我站在门口，笑得弯了眼。祖母，我是如玉，不是狄姐。狄姐被你们卖出去了呀。祖母颓然放下了手臂。我还是同母亲说了祖母的状况。母亲忙着给高耀祖擦拭身子。我儿如今这样，谁还有那闲心操心那老不死的？我看莫是冤枉了你狄姐，这老不死的才是丧门星。母亲既然说不管，那便不管了吧。我心情有些愉悦，想要告诉狄姐这个消息。你看啊，伤害过你的人，好像开始慢慢有报应了。我再次来到陈府，那狗洞已经被封上。我不死心，来到府门口敲门，可惜没人给我开门。我垂头丧气地离开。回到府中，好久未见的宋芝来了。他这次来是提醒父亲母亲去尚书府提亲的。世伯不必担忧，到时候好好操办婚宴，全当是给弟弟冲喜了。到时候我托岳丈将宫中御医请来替耀宗好好瞧一瞧，定是能醒来的。父亲的眉头这才舒展几分。婚宴那天好不热闹，薛婉奉茶时没有跪下。父亲母亲想着尚书大人，便忍了下来。宾客散尽之后，他拉着宋芝就走。父亲忙拦了过去。去哪里？薛婉一脸无辜地看着他。回府啊。父亲有些生气。宋芝是孤儿，若不是我高家将他带回，他怕是早就不在这世上了。他尊我为父，便是我的儿子。你既嫁了进来，哪有大婚当天离开的道理？宋芝也有些不满。婉儿，你当初同我说好的，婚后同我一起住在这里。还未等他的话说完，薛婉便笑出了声。笑着笑着，眼神忽然凌厉了起来，抬腿便是一脚，直接踹到父亲的胸口。他看着纤细瘦弱，没想到腿上功夫如此了得，将父亲直接踹到了地上，面色煞白。你，我什么我？薛婉笑着看向宋芝，这破地方比不上我尚书府的1/1000。当初同意在这里举行婚宴，已然是给了你莫大的面子，竟还不知足，要本小姐待在这里。宋芝，你用脑子想想，我也不可能在这里同你过活。若不是我说你肯做上门女婿，凭我父亲在朝中的地位，能看得上你，还不同我走？宋芝张了张口，终究是将所有的话咽了回去。歉疚地看了一眼父亲母亲之后，像条狗似的跟着薛婉离开了。我在一旁静静地看着。宋芝抛弃嫡姐，攀上了高枝。这高枝也不是好伺候的。我好像有些喜欢薛婉。母亲跪在地上，抱着父亲哭天抢地，哀嚎着家门不幸。他们似乎还没意识到，这只是个开始。难得的，自嫡姐走后，我睡上了一个踏实觉。入睡前，我还盘算着，还是得想法子前进那陈府。我要将这些人的下场一一告诉嫡姐才是。等到时机成熟，我定要带着嫡姐一起走。
走得远远的，再也不回来了。老爷，夫人，你们快去看看小少爷吧。被惊醒后，再无睡意。我索性披了件衣裳，慢条斯理地朝着高耀祖的院子走过去。只见他不知为何滚到了地上，跟中了邪似的，躺在地上抽搐，口中还不断涌出白沫。我的儿嘞！母亲惊呼一声，扑了上去。父亲急匆匆地跑出去，准备寻大夫。一个小厮匆匆跑来，拦住了他的路。滚开！耽误了小少爷的病情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。那小厮颤颤巍巍地跪在了地上。老爷，老夫人他去了。父亲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他恐怕自己也忘了有多久没有去看过自个儿的母亲了。但这诧异也只是一瞬间。母亲年事已高，我已料到会有这天，暂且将她安置在房中便是，眼下没有什么事情能有我而重要。父亲急匆匆地跑了出去，路过自家铺子的时候，却看到一堆人围在那边。见到他，所有的人都围了上来。黑心肝的老板竟在布料中掺了银针，莫不是要害死人才是。我的也有，我的也是。父亲被推搡着，哀嚎着不可能，却没人放过他。眼见着日头越来越高，他心里惦记着高耀祖，咬了咬牙，把最前面的一个人推了出去。有何事情，待我处理完府中事务再做解决。说完，便趁着旁人不备，跑出了包围圈。待他匆匆将大夫带进府里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高耀祖咽气了，父亲跪在了地上，满脸痛苦。母亲眼神空洞地抱着高耀祖，一动不动。原来是将希望赠予，又将希望收回。这一来一回，比当初直接接受噩耗要杀人诛心的多。谁说老天没眼？就在这时，宋芝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，他面上全是伤痕，拉扯父亲的衣袂时，手臂上露出了鞭痕。看来没人告诉过宋芝，薛家小姐不正常。若是常人，堂堂尚书府嫡女，怎能瞧得上她？薛婉在及笄时受过刺激，醒来之后就有些异于常人了。她心心念念的郎君娶了别人，她的性格阴郁难测，最痛恨薄情寡义之人，以折磨人为乐趣。除了他的父亲，谁同他亲近，他便愈发疯狂。尚书大人将这桩事情很好的瞒了下来，谁也不知道薛婉有此等毛病在身上。薛婉看中了宋芝的样貌，提出了成亲。尚书大人以为他会好起来，便欣然应允。没想到啊，只是多了个人供他取乐了。我不由自主地想，若是薛婉知道了他曾辜负嫡姐的事情，宋芝的日子会不会更加有趣呢？求求你，我不想做那尚书府的女婿了，让我回来好不好？我愿意去如镜。我想去如镜。嫡姐的名字一出来，顿时安静了下来。我在一旁悄声开口，嫡姐一走，府中就接连出事。当初那算命的先生并未道明福星是谁，会不会其中一位福星是嫡姐才对呢？众人恍然大悟，跌跌撞撞地朝着陈府的方向跑过去。母亲抱着高耀祖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。对，一定是那丫头，当时明明都咽气了，怎么就活过来了？婉儿可以，婉儿一定可以。他们跌跌撞撞的，仿佛疯狗一般。高耀祖从母亲怀里摔了出去，又被捡了起来。我慢条斯理地在身后跟着，路过祖母的房门口，他的眼睛没有闭上，还维持着把我认成嫡姐那晚的姿势。真好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结局。我跟嫡姐好像可以毫无牵挂地离开了。一家子气势汹汹地敲了很久的门，陈府的门才缓缓打开。里面似乎只有陈征一人了，他头上蒙着面纱，异常鬼祟。父亲等不及了，一脚将大门踹开。如镜，为父来接你回家了。如镜啊，你跟你弟弟可是血脉相连的啊，如今到来这个地步，你要救救他啊。静儿，我是你的宋郎啊，我娶你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回家好不好？我冷眼看着这一切，他们那里是后悔了，他们这是害怕了。大门被关闭，陈征取下了面纱。都他妈的别嚷嚷了，小贱蹄子不禁玩，第二日晚上就咽气了。
第二日晚上，岂不是我来的那晚？狄姐声嘶力竭的声音在我脑海中陡然浮现了上来。莫名的，我的胸中腾起一丝杀意。正要逼近之时，一股恶臭传来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陈征身上传来的。他取下面纱之后，满面的脓包，似乎是瘙痒难耐，被他自个儿抠破了皮。他向来荒唐，染上些脏病再正常不过。我退后几步，没必要，脏了自个儿。他一边挠着脸，一边咒骂：“你们还敢来？那小蹄子一死，我便这样了，也不知是不是来克我的。”我爹带着全家人去了江南，将我一人留在了这里，家产与我在无缘。我还没有找你们算账，你们倒是先来了。听到狄姐的死讯，母亲抱着高耀祖跌坐在了地上，嘴上喃喃着：“完了，全完了。”父亲在府中是个狠角色，遇到比他更跋扈的，便怂得跟个乌龟蛋一般。至于宋芝，就更不用说了，他一向是个烂心肠的软骨头。陈征见一家子没一个能打的，更是来劲儿，换来了府中看院的恶犬，脸上露出恶心的笑意。好儿子，今儿加餐了。母亲被吓到，不由自主地松了手。高耀祖的尸首滚落在了地上，那恶犬眼中散发出绿光。那恶犬大概是失了心智，最后意犹未尽地朝着自个儿的主人扑了过去。惨叫声响彻天际，再也没人受得住，纷纷逃离了陈府。我心里甚是畅快，这才是报应。回府的路上，宋芝小心翼翼地低着头，我眼尖地看到了人群中的薛婉，抬手便招呼：“薛姐姐。”薛婉言笑晏晏地走了过来：“夫君，你怎么这么不乖呢？”看着她甜美的笑意，宋芝面如死灰。刚回到府中，官兵便气势汹汹地上门了：“高伟，你可知你推的人撞到了那门上的竹尖，已经不阵亡了吗？而那人恰好是朝中某位大人的小舅子。我父亲哀嚎着被带走了。狄姐，你看到了吗？母亲疯了，在父亲被斩首的那天，我怕他不知道这个消息，特意带他去了菜市口观看行刑。谁知道他那么没用，看了一眼便疯了。母亲将自己溺毙在了池塘里。第二日一早，我便看见了。我处理完一切之后，在一个深夜里，一把火将宅子烧了个干净。这里太晦气了，不该存在的。我什么都没要，除了狄姐给我的那块玉佩。出城之时，意外看到了薛婉和宋芝。上次我那声薛姐姐，引得薛婉对我很是喜欢。见我一副远行的模样，她上前询问：“玉儿妹妹，这是去哪里？听闻你家中突遭巨变，你一女子可有去处？不如来我府上安置，我喜欢你得紧，定将你当亲妹那般。”我笑着扶了扶身：“多谢薛姐姐抬爱，玉儿自有去处，就不劳烦姐姐了。”也好。薛婉拍了拍我的手：“若是日后想回来，随时欢迎。”我看了一眼她身后的宋芝，她面色惨白，脖子上的伤痕都遮不住了。见到我，只是麻木地看了我一眼，失去了所有的生机。我低头笑了笑：“薛姐姐，你对我甚好，我临行前再送你一份礼物吧。”我凑到了她的耳边：“听闻姐姐最是厌恶那些狼心狗肺的烂心肠，唯恐姐姐玩得不过瘾。今日告诉姐姐一个秘密，我那嫡姐原本与这宋芝有着婚约，她呀看上了姐姐的家世，将嫡姐抛弃，害得嫡姐身死。薛姐姐，你可要好好珍惜这人啊！”薛婉的眼神里露出狂热的惊喜：“多谢妹妹。”我笑着离开。不多时，身后传来惨叫声。薛婉的声音一传来：“对不住了夫君，我也没想到这炮仗的威力如此之大。来人啊，还不将姑爷抬回府里，我定亲自照料。”狄姐给我的那块玉佩上面雕刻了一座山，我不知道那是哪里，便决定用我的余生去追寻那个地方，直到我再也走不动了，倒在了一座山峰之下。恍惚间，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朝我走来，我仿佛回到了14岁的时候。他问我为何而来，我答寻找狄姐。他问我叫何名，我答高如玉。那人笑了笑，随即道：“同我来吧。”稀里糊涂的，我就跟了上去。我已不知那日的路是怎样的崎岖了。
只记得老者的话像是天外之音一般落在我的耳中。你同他已经做了7世轮回的姊妹，你确定还要寻他吗？我坚定称是。老者无奈地笑了笑。他吃，你也吃，当真是一对翅儿。难怪，难怪。我不懂他话中的深意。刚想问，便被一道白光裹住。再次恢复意识，我立在那瑶池之中，不能动弹。下面有一尾锦鲤缠绕着我，不肯离开。娘娘，这次您瑶池中的莲花铜锦鲤还要经历那轮回吗？不了，不了。这锦鲤被人绝了机遇，那莲也不愿再去轮回了。那便好，往日来赏，总觉得少了些什么，如今才觉得对味。我仿佛被禁锢在了某处，有些不习惯。那锦鲤靠了上来，我便停止了摇曳。如此，甚好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